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增重8公斤，体脂14%，3个月练成足球肌肉女。但是在这片骂声里，有人悄悄做了一件大事情。迪丽热巴女，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红毯上的美得惊心动魄、身材修长、自带异域风情的迪丽热巴。她最新的一张照片让我大吃一惊。照片中她的肩膀很宽阔，肌肉也很结实，冷白皮肤与一身腱子肉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是谁呢？这是迪丽热巴吗？为了周星驰新电影《功夫女足》而主动增加体重8斤左右。8公斤是什么样的一个量级呢？对于普通人的来说就是减肥。但是对于女明星，特别是以长相著称的顶流女明星来说，就相当于毁容。并且她的体重增加了，但是体脂率却下降到14%。你不知道14%的脂肪含量是多少吗？给她做个解释，那就是运动员的体脂率，可以看到腹肌、马甲线、肌肉线条的程度。更加厉害的是，她把头发剪短了，把皮肤晒黑了，并且取消了所有的商务活动，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了3个月的集训。训练的标准就是和职业女足球员一样，每天都要在露天球场上颠球、带球、身体接触以及凌空抽射，鞋子都被磨坏了好几个，摔倒在泥地上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。最夸张的就是那个倒挂金钩的雨夜戏了，在空中吊威亚拍了3个小时，反反复复试了17次，收工时膝盖、腰椎都是淤青，韧带拉伤也不停歇，并且最重要的地方，到了整个过程都没有用替身，所有的高危对抗和高难度射门都由自己来完成。听一下，这是个靠颜值吃饭的大流量明星应该做的事情吧？直截了当地说，在内娱这样一种白又瘦的审美好风气盛行的地方里，女明星就连体重超过100斤都会被认为是对天条的一种违背。节食、抽脂、饿得头昏眼花也必须控制住自己的体重，这种情况很多见。有的人为了拍照片好看而一天只吃1次饭，有的人为减肥把自己弄得很虚弱。整个圈子里卷来卷去，并不是在卷演技和作品，而是看谁更瘦，谁更白，谁更像纸片人等等。那么可迪丽热巴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她自己选择的是变壮，把脂肪转化为肌肉，并且使身体脂肪率降到14%以下。她并不是不知道这条道路有多么危险。作为内地娱乐圈中的女演员，如果离开了白嫩瘦的路线之后，又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造型翻车遭到群嘲，生图被批像纸片人，身 V 礼服被批太露骨等等，这些都是她亲身经历过的，所以最了解其中的道理。但她还是干了。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有3个月闭关训练的情况发生。2023年拍摄《利剑玫瑰》的时候，她饰演一名缉毒警察，并且提前3个多月进行全封闭式的警务特训，学习擒拿格斗等技能，90%的动作戏都是自己亲自完成的，而且一直保持素颜状态。这段时间里，她的行程没有对外公布过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被网络上恶意重伤未怀孕生子，把3个月和另一个3个月放在一起看的话，里面的实质是一样的。她愿意用自己的身体来塑造角色，并不是为了追求外貌上的吸引力而使用它。现在娱乐圈里能做好的人很少，你能做到吗？别说增加8斤体重了，就连一些流量小生为角色剪发都得和团队吵上一阵子。不化妆也可以拍照片吗？比杀死他更困难的是使他们长肌肉。开玩笑吧，增肌就等于吃东西，而吃东西就会变胖，一胖就会影响代言和资源。
圈子里的人已经把女演员逼到绝路了。但是迪丽热巴这一次一脚把这条死胡同给踢开了，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给每一个人看，演员的价值并不在体重秤上，在于角色之中。当一名演员完全投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去的时候，并不会想自己是不是很瘦或者胖了，而是在乎自己是否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和气质。功夫女足将于7月11日上映，预售票房已经超过4000万。有关的话题在微博上半天就冲到了10多个热搜的位置，并且阅读量超过了100万次。大家都在谈论她体重增加8斤的事情，但是我认为值得讨论的是，当一位女演员不再受到白幼瘦的限制之后，她还能走多远呢？还在为自己的体重而烦恼的女明星们，可以看看迪丽热巴，看她的皮肤被晒成了黑色，看她的肌肉是锻炼出来的，看她的膝盖上留下的伤痕。再问一下自己，你是当演员呢，还是只是一朵花瓶？我早就做好了购买车票的打算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一个把美貌放在后面，先做事情的演员会得到怎样的结果？你们呢？